母亲，母亲，你醒醒！母亲，你醒醒！母亲，你起来，你起来，母亲，我带你去找大夫。我带你去找大夫。母亲，不走了，你坚持住，我可以救你的，还来得及。我带你去找大夫。母亲，我走不动了，我走了。阿姨，你听我说，此生我只抱过你一次，你背过我2次，你吻后你终究缘尽，就到这儿了。我这些年安心中犹如活死人。可你回去之后，不仅你找到了母亲，母亲也寻回了女儿，更让我感受到你爱的温暖和爱你的心愿。往后的路，你要自己走了。母亲，你不能死啊！你不要留下我一个人，你不能死啊！生以活我，死以活去。我此生最遗憾，就是没能陪我的女儿长大。我希望终有一日，能让我们女子卸下所有的枷锁和束缚。虽然我此生再难看到，但我相信那一日终究会到来。此生只为护你，宿命的线，谁来解？将遗憾就在这一天，我人生中刚刚获得的一丝暖意，再次化作了一具冰冷的尸体。或许是命中注定，我们都不能放过彼此。夕阳如是，已归故土，须留下舆图书册，可助我朝富国强兵，盛世太平。然不慎皆尽遭贼人焚毁，臣等罪该万死！臣等罪该万死！罪该万死！臣罪该万死！微臣庄世阳斗胆骑兵圣上，臣有过目不忘之能，曾随侍大如马飞傲左右，齐心协力，
绘制编修四海大典，击溃余土，如今至少记得90%以上。臣愿将功赎罪，将已损毁的余土文册全部重新默写绘制，恳请圣上恩允。微臣性命微不足道，但涉及到默写重铸，此乃国之大计，未免再遭奸人陷害。臣再斗胆，恳请圣上下旨，指派一位得力干将，率重兵护微臣性命。爱卿可有人选？大理寺少卿傅云熙。三小姐切勿上前，否则杀无赦。为什么？圣上有令，命我护庄大人安危。若有贼人来犯，可就地正法，先斩后奏。我可以死，但我死之前，他要付出代价。拦住他！住手！傅允熙，你让开！我有圣令在身，不能让。你要么杀了我，否则我一定不放过他。庄寒燕，你这不是复仇，而是枉送性命。将他关入玉竹轩。是。我也知道了，庄师阳做了什么。他身上有多处刀伤，每一刀都是庄师阳的罪证。我绝不让他逍遥发坏。翰林院架阁库失火，四海大典已遭焚毁。如今只有庄世阳可以重新默写绘制，此事牵扯家国机要，现下他的性命价值连城。我受圣命护他周全，若他死在你手里，我也要受株连之罪。傅云熙，你的命与我何干？你接近不了他，我也不允许你接近他。但你可以，不是商量，更不是请求，而是威胁。你惧怕渎职之罪，那你就不怕义子的身份败露。你如今也有把柄落在我手中，我一样可以要你死，甚至可以要你全家陪葬。
疯了。血没有溅在你身上，你当然可以说我疯了。庄寒夜，我知道现在要求你冷静下来，确实有些过于残忍。但你好好想想，现下庄世阳最害怕的是什么？他最怕的就是你我联手。他深知杀死阮希文之后，你我势必同仇敌忾，合力结盟，所以他才费心布下此局，一方面好护他周全，一方面挑拨你我之间的关系，叫他最大的两个敌人相互残杀，他好坐山观虎斗，从中求生获利。你若再执迷不悟，便是中了他的奸计。你向来是个聪明人，切勿因怒火攻心，失去了理智，最后落得满盘皆输。我的软肋已经暴露给你，那便是我的家人。你要替你的母亲复仇，我也有想要保护的人，所以现在我不能助你杀了庄世阳，但这一切都可以从长计议，谋定而后动。傅云熙，我要再问你一件事。什么？你和裴导究竟有何前扯？属下愿意。此事办成未必有赏，但若出事，只有你一人担着，且没有后路可退。裴大夫既已青睐于我，若我推辞抗拒，但是怕会惹来祸事，不如趁此机会假意投诚。况且左行长蒙蔽圣上，为祸朝纲，天下百姓苦期已久，云溪愿为铲除奸佞尽一份力。朝中裴党眼线众多，你投诚违谏一事，只有你我二人知晓，绝不可透露给第三者。属下明白。 6年前，左行长掌印裴大夫有意将我纳入麾下。大理寺卿温大人深夜密传，命我假意归顺，许信于裴大夫，再暗寻良机，一举铲除左行长势力。 素闻傅少卿身手不凡，今夜一见，果真名不虚传。下官拜见掌印大人，方才出手无度，伤了贵府护卫，请大人责罚。人命并不重要，人才重要。傅少卿，你可愿去朝堂之上参杂家一本？既为掌印所用，先与掌印为敌，下官遵命。跟聪明人说话，果然最省力气。
对左行长鞠躬尽瘁、忠心耿耿之人，咱家自然不会亏待于他。谢大人。从那夜起，我花费了不少心思和力气，一步一步取得了裴大福的重用和信任，被其收为义子，于暗中探查裴党罪证。但就在大功告成之际，温大人意图铲除裴党之时，被裴大福有所察觉，他因此死于非命，而我的身份也无人再能证明。此时我已身涉裴党之中，自知处于险境。一旦左行长倒台，不但自身难保，更会祸及夫家满门。为求自保，我有意将这些年搜集到的裴党罪证、朝中暗藏的裴党眼线整理成一封密函，尽快送入宫中。此举不但能扳倒裴大福，更能向圣上自证清白。但就在此时，大人，京城要变天了。左行长裴长玉联合宫中嫔妃，意图操纵国本之政，最终惹怒圣上，圣上现已下谕旨，想起亚州诏谕，请令大理寺查办裴党余孽。最后一条生路也被堵住了，我只能选择铤而走险。你想负责查办裴党一案？是。此案牵扯重大，又是个在圣上面前露脸立功的大好机会。我凭什么交给你全权办理？裴党余孽深藏朝中各处，咱们大理寺中定有其眼线。田大人，除我之外，你还能信谁？下官与左行长交恶多年，大人应当早有耳闻。我欲查办此案，并非贪图名利，只因这些年眼睁睁看着裴党为祸朝纲，残害忠良，欺压百姓，致使多少无辜之人家破人亡。如今唯有亲手铲除这一众奸孽，方能疏解心中多年郁结。还望大人成全。万事小心。下官一定全力追剿裴党余孽，一个不留。我极力请求查办左行长，有一半是因为我对裴党有深入了解，能为肃清朝纲、万民安宁尽一份力；另一半是为了自保。说还是不说？傅大人，裴长印的财产真的不在我手中。裴大福贪污敛财多年，据传其私产能抵半个国库。可大理寺查抄多日，只见他家贫如洗，堪称两袖清风。如今裴党之中，只有你一人与他有过银钱来往。你若再不承认，可就别怪我了。我说，速速从实招来。裴长印的财产都在他的义子手中。什么意思？把话说清楚。此人是裴长印的唯一亲信，二人义父义子相称。多年来，他为长印清洗赃款，隐匿财产，但此人行踪隐秘，从不露面。我也不知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。你若因为想脱罪而信口胡说，罪加一等。我已落得如此境地，只求保得性命，怎还敢有丝毫的隐瞒？你可曾听闻此事？下官无能，也是第一次听说裴大福竟然还有一位义子专门为他藏匿赃款。速速呈报圣上。是。也是那一夜我才得知，原来裴大福义子并非只有我一人，而此隐秘之事闹大，唯有抓到那位义子，才能保我自身性命无忧。但我向京城各路人马摸查了个遍，却始终未能寻到那位义子的半点踪迹。后来的事你皆已知晓，我借儋州凶案入义南探查，拿到商会会长口供，这才终于惊觉，我苦寻之人或许就在我眼前，便是庄世阳。后来我又借你之手，窃听令堂密谋之事，幕后操纵出义南会馆这一番大戏，只为将庄世阳以义子之名处死，将这一桩大案彻底了结。
我苦谋许久，但这脱身之法，因无有志，失手暴露，最终还是功败垂成。或许我当初就不应该费尽心力救下庄家。虽然都是死局，但至少母亲得偿所愿，将庄世阳一同拖下阴曹地府。但他近来数日，双腿得以治愈，脱离了咽气之地，也与心爱之人有了片刻的欢愉。或许已是他这数十年来最开心的日子。庄世阳绝对不会就此收手。这国之蠹虫，家之祸患，我们必须尽快将他绳之以法，让故去之人安息，让公道，让正义得以伸张。这场血案，真的不能将他捉拿定罪。此人行事向来十分诡诈多端，如今一无人证，二无证据。那一场大火将这一切烧了个干净，甚至除令堂之外，我们都无法证明这另外3具尸骸究竟是何人。果然是怯懦鼠辈，命最长久。此人已经丧心病狂，你不能再久留庄府。傅云熙，你此前提出的交易可还算数？我做你的妻子，你做我的谋士。1年之内，助我成为京城第1贵女。为何？庄世阳以编修大典之名，护下自己的一条性命。若他耗个3年5载，难道我就一直眼睁睁地等着？现下他能如此轻易挟持你我，皆因攀上了高位之人，获得了更高的权势。那我也得寻得倚仗。如若不然，从今往后，更举步维艰，难以自保，怎有资格与他继续斗下去？庄海燕，趋炎附势之人，最终都落不得好下场。难道你还有别的办法？如今庄世阳是你我共同的敌人，你若与我结盟，为我助力，也是在帮你自己。另外，正如此前你所言，若你遭遇不测，富家亲眷，我也必然替你保护。这不正如你所愿？况且为家国大业，你难道不想亲自将他捉拿归案？你想何日成前？明日。好，那便明日。在此之前，有一件事必须由你去办。此前伊南会馆一事，我已遭庄氏族谱除名，已经不算是庄氏之女。你手中的那一纸婚约，其实也做不得数。所以在出嫁之前，我要重入庄氏族谱，才能不让庄世阳再从中作梗。此事不难，我会去办。但你也要知道，成婚之后，你我生死荣辱，皆关系到背后的家族亲眷，你必须适时与我商议，不得再鲁莽行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做任何人的妻子，我要做执旗之人。目前，待大仇得报，扶正驱邪之日，我再来为你们的墓碑刻字。媚娘呢？洛夫人带下灵儿了。又被他抢了血，呈上来吧。这荷兰玉贡海普诺凯是以荷兰 A2 蛋白奶源做底，今以厚礼赠于庄府灵儿，这不入佳品的头筹，何该归本宫啊？海普诺凯全面营养，品奢新升级。这次翰林院失火，全靠老爷力挽狂澜。待此事了结了，是一定要加官进爵的。
哪有什么加官进爵，只求将功补过罢了。寒夜，来，一起用饭。父亲还敢让我近身？不怕我趁你不备，呼下杀手？你胡说什么？过来呀！是啊，你儿错了，只怕父亲正盼着我对你动手，你便可名正言顺将我这心腹大患除去。如茵，你们先退下。是。寒烟，我与傅云熙婚事已定。什么？明日一早，他来迎亲。谁定的婚事？你若还想要体面，那就听从安排。你个女儿家，怎能与姐夫私定终身，成何体统？父亲，咱们庄家何时如此要脸了？我初入庄府那日，母亲曾经痛骂过。她说咱们庄家满院，个个面慈心善，却全是吃人的恶鬼，地狱的无常。那时我尚不明白此话何意，如今看来却句句属实。怎么今日谈起几句婚嫁之事，倒想起害臊来了？你个不孝逆女，竟口出狂悖之言！啊，对，咱们庄家乃清流之家。明日一早女儿出嫁，还请父亲备好嫁妆，莫要失了礼数，叫人笑话。至于母亲的血仇，阮家的惨案，咱们总有算账的时候。三小姐，是您找我过来。淑红，我马上便要嫁入傅家了，趁我还在，这是你的身契，你若愿意走，从此便是自由身了。三小姐，你要赶我走？不是赶你走，你是我母亲的心腹，我自然要善待你。小姐恕罪，奴婢。起来吧。我从未怪过你，否则也不会此时才将话挑明。您早就知道了。吉兰、淑红，这名字一听啊，便是一对。母亲将你安插到我身边来，却没想过要将你改个名字，也是一大疏漏。况且母亲离家，只带了你们2个丫鬟，她也没想一直瞒我。是奴婢愚笨，只是，您不去寻主母了吗？母亲和宇文伯伯已寻得安乐之地，从此长相厮守。陈嬷嬷和吉兰也随他们去了，你我已经追不上他们。奴婢这几日一直困惑担忧，主母他们是不是？三小姐，主子的家事奴婢不敢过问，但奴婢无父无母，是个孤儿，若非得主母庇护，只怕早已曝尸街头。如此恩情，奴婢不能不报。若三小姐愿意让我做您陪嫁，奴婢日后一定忠于三小姐。我要为母报仇。此路凶险，你当真愿意追随于我？奴婢愿意。
小姐按住！谁敢？谁敢过来，我就跟你们一块儿死！按住他！你们放手！我要去找庄寒燕那个贱人！你小点声吧，家中尚有重兵把守，你怎么还敢如此胡闹？二小姐，小娘也是为了你好，你就别再惹事儿了。滚开！干什么呢？去！小娘，你不是答应过我，要让云溪哥哥娶我的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我配不上他？他傅云溪究竟有什么好啊？你竟如此鬼迷心窍！小娘，我也早就厌恶傅云溪，但二姐姐对他是真心爱慕。如今你也不愿帮二姐姐了吗？你们两个，你们知不知道，庄寒燕她去而复返，又与傅云溪私定婚事，这一桩桩的反常必藏有大祸。你们两个如果现在还胡闹，就是不拿自己的性命当回事儿了。那有什么祸事？不就是庄寒燕朝三暮四，出了京城又觉得离不开云溪哥哥，这又折返回来要与他一亲嫁人。那既然如此，也是人家两情相悦，与你何干啊？是我不知廉耻，是我伤风败俗，是我蛮横无理。我即便是没有办法嫁入傅家，我也不能够让他得逞。小娘，我求求你，你就帮帮我妈女儿好不好？小娘，你帮帮二姐姐吧。雨山，并非小娘不愿帮你，只是如此风声鹤唳之时，我们绝不能贸然出手。你千万别怪小娘狠心啊，小娘都是为了你好。看好二小姐，无我之令，不准出苟同院一步。是。小娘，母亲。不哭，没事。庄大人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啊，卑府明日有喜，尚有诸多冗杂事务，得出门一趟。去就会。您这是？啊，傅大人有令，若是庄大人要离家外出的话，我等定要随时左右。也好。